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今天带来的呢是场实战的解说，因为很多朋友会私信我黄黑路飞怎么打红子罗，怎么打波尼，怎么打尼禄，怎么打佩罗纳，怎么打巴拉巴拉的，所以也是去打了几篇素材哈。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一场我对阵红子罗的对局。先说结论哈，路飞打红子罗要抢先攻，之后讲解为什么。路飞对红子罗呢，基本是5-5开的，排除掉极端卡手的情况，没有说谁特别优势的。因为这两个领袖呢，我都玩，也都有一些理解。当然，今天主要还是说路飞怎么打红子罗。首先，路飞是不怕红子罗不碰你血跟你耗的，因为红子罗呢是个前期领袖，登场的角色都不是很大，并且如果追求铺场效率的话，有时候东又不是很多。你登场个拔血路飞，红子罗呢需要2张手牌去解你，他可巨难受。并且就算红子罗攒了很多公屏开始要冲你，因为没有什么质量生物，其实也不会要到很多手牌。所以正常来讲，大部分红子罗前期一定是要磨路飞的血的，这样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机会冲掉路飞的手牌。因为路飞启动需要6费3手，所以大致是期望在路飞6费时把路飞打到1血，然后下个回合呢狠狠地打一轮手牌。这也是普遍红子罗面对路飞时的打法思路。而红子罗呢也是相同的，红子罗害怕对面不打你，但是又害怕对面狠狠打你。因此呢，黄黑路飞对红子罗其实就是一场速度竞赛。红子罗前期希望快点消耗路飞的手牌，这样后面呢就有机会趁他手牌不够偷死了。而路飞则是要尽可能的消耗红子罗的血量，红子罗没有血量了就没有容错了。所以面对红子罗时，路飞呢要抢先手。原理呢讲解完了，咱们进入实战。起手5张牌，这5张牌呢我有点忘了是什么了，因为起手不是特别好，然后看到了就直接调度了。一个呢是想找格普，这样3费的时候能打他2下。另外呢最好是找单头岛路飞，打红子罗呢单头岛路飞会非常的关键。这里呢也是要到先攻我先攻，但是1费呢没有找到格普，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呢对手是2费就下了一个戈登，因为黄黑路飞没有解戈登的手段，所以有多余的费用可以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2费的时候抓到了个检索事件，所以就旗舰打头，然后开了个事件。我记得这个时候的检索里面呢是有一个5费的萨博和一个单头岛的路飞，然后犹豫再三呢还是选择了这个单头岛的路飞。一个是对面场上压了个戈登，萨博呢就是被解的，一个是单头路飞呢在对阵红子罗的时候，这个对局呢都是非常的关键的，能够解他的那个铲子。对手就正常的思路不会控你血嘛，就要蹭一脚你的头。然后这里呢对面比较顺，4费没亏东呢上了2个角色，就是爱因加一东，然后那个企鹅兄弟虎鲨兄弟跳2东。但是因为我们是先手并且当时手里有1费的拔血，所以其实下个回合是可以适当保护血量的，留1血，这样在7费的时候就可以启动了。然后对面很顺其实我是有一些卡的，5费最好是站个艾斯去骗他2个戈登，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就是用加尼法去过牌了。后面呢还有个加尼法的额外用法，到时候咱们再说。然后呢这里是扔了个艾斯，扔了个弹头路飞，其实就是抓了这俩直接扔了。艾斯呢是因为下个回合很可能要下弹头路飞，或者如果启动了也可以直接奶进去所以就把艾斯给扔了。弹头路飞是因为手里还剩一个。然后这里呢他就头蹭了我一下，因为呢我呢还有3血，对手呢应该觉得大概率要不到我很多的手牌，即使第一脚中了就算后面有速攻应该也是打不进去的所以留了2血7费我一定是启动不了的确实也是这样，所以呢他选择了铺场，然后就过了。然后铲子呢是黄黑路飞第一要解决的目标，因为你不希望红子罗能节约下很多的手牌。然后因为对方虽然上回合登场了2个角色，但是小冯呢其实没有什么战斗力，依然不会对我血量有很大的威胁。但是因为现在是2血了，所以要防一下对面下一轮冲你然后呢就是用弹头路飞把铲子给解了。这里呢也是我之前说的，红子罗怕你不打他，但是怕你狠狠打他叫你看不起加尼法，就用他打你了。然后这里有一个细节对手还是比较注意的，就是因为我打的时候呢是留了一个东，所以对手可能会怕我一会儿6000打他，所以他挡了一脚5000。然后这里呢有2个信息，一个是这个2000他不想交，另一个呢就是有可能这手里没有2000，这是2种情况。
然后这次检索呢，就是拿萨博就是缺啥补啥，这个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呢，这里对手先是一脚5000啊，我想了想，就是因为他场工不是很高，不会要我特别多的手牌，所以我就还是中了。然后呢，对手就开始是9000、10000找我要手牌了啊，就是你9000我挡了，10000他就不打了嘛。如果说是9000中了，那直接10000找我要3张手牌，这怎么都是能找我要3张手牌的。因为场上是已经有了一个加尼法了，我这把也基本没有怎么绿过牌，所以这个尝试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找我要尽可能多的2000边嘛，然后如果2000边不多呢，能打我很多的手牌。其实是9000打的时候，我手里呢是只有2个2000边，如果挡下角那个10000的话，需要打我4张手牌，我还是挺难受的。好在是雪里是一个2000边，就只打了我3手。这里呢，他就启动领袖技能上了第2个铲子。我猜测呢，他主要因为也是起手铲子比较多，所以就接了这副手牌。啊，打黄黑路飞铲子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里呢，直接就准备启动了。他在上一轮如果手上是个基德 TT 的话，能多打我3张手牌，但是因为他手牌不是特别多，又不想接我的加尼法，如果我呢在下轮变2个艾斯，很有可能就把他冲死了，所以他稳了一下，还是上了一个铲子。但是也主要是因为手里可能没有基德 TT 啊，主要就是去展示一下维奥拉的用法了。首先是扔了个艾斯，然后奶2个弹头岛的路飞到雪里面去，2费上个小路飞，把路飞变出来，然后把铲子 K 了，然后抓一张牌。弹头岛路飞真的非常好用，因为还能补充手牌嘛。然后再用维奥拉把这个路飞扣回去，啊，这里呢就是展示一下维奥拉的用法了。因为他场上有2个4，所以其实这个路飞是一定有的 K 的。但是因为下一轮是8个洞，我只有7箭头，所以稳一些，就是打了怪。啊，第一脚打头他挡了，因为第2条9000嘛，要不然就把我可能也都打头上了，他就把血打空了，所以他第一脚7000还是选择要挡的。那我看他挡了，然后我其实血量呢也会不那么安全，然后下一轮他场攻还是有些高的，啊，毕竟他有8个东嘛，所以就稳了一些，就去打怪了，这样我下轮一定不会死。然后同时呢，这个维奥拉做弹头路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他如果先用领袖技能，我的路飞就一定能 K 到东西，因为他会叫一个4以下嘛。然后如果是后用领袖技能，那么我的维奥拉一定能吃一脚。这个 combo 是打红子罗非常厉害的一个 combo。如果刚才那轮打的细一点的话，就是7000先打怪，然后呢，如果他交了啊，你这个9000其实可以打在头上也行，这因为他下轮的防守能力不够，保级我下轮变个艾斯就给他冲死了嘛。啊，要不然还得再多打一轮。然后因为对手的手牌很少，然后他这轮选择了是用奎因去补一下牌，然后呢，因为他有2血嘛，这样有一个墙，然后再把我的那个维奥拉解掉，然后用头去清掉加尼法，这样我无论如何下轮是基本上打不死他的。他上了奎因，同时他要先发动领袖技能吹走我的维奥拉，这里他本来是想叫一个基德 TT 的，然后呢就突然发现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了，就是维奥拉那个用法，作为一个弹头路飞在雪里，这样我一定是有的 K 的。也本来想基德 TT 打我一轮手牌的，结果发现这个血它不能动，啊，动了以后他另一个能打的4就没了，啊。所以呢，他就是把它叫个索隆侍郎啊。这里也说到，就是维奥拉做弹头路飞是打红子罗非常强力的一个 combo 啊，大家确实有兴趣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这轮呢就10费了，10费了之后呢，有另一个 combo， 就是秀了一下莫利亚的另一个 combo， 就是拉加尼法，然后配合弹头路飞，可以 K 个6。不过这里面呢，主要还是发现小冯在下轮比较厉害，因为我毕竟是占了一个莫利亚的，下轮呢就是小冯相当于是一个9000，就是比较厉害，所以还是想了想，本来是说 K 一下回音，但是反正也打不死嘛，所以还是去 K 了小冯稳一点。但我也是学会了一下。对，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挺危险的，没有墙，如果对面打好几脚大的，我还真就有可能死了。但是说实话，如果这里是个基德，我很可能就真的就去 K 这个基德了。但是奎因的话，威胁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没有想管他。因为前期用弹头路飞还有那个维奥拉去节省出来很多的资源嘛，所以说这个时候手牌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对手看了看我的手牌这么多，就确实是没敢冲我。
也算是把他给唬住了吧。但是他当时如果贴几脚大的去冲我，我还真有可能比较危险。但是死应该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场上那3个公屏想要蹭我，就先出去就先出去7个洞嘛。7个洞在这轮就算上走龙10郎跳的那个洞，其实也就9个洞。这看就打红子罗，一样的呀，你这个是2002。这也是我之前说到的，就是红子罗因为场攻不太够嘛，所以他很可能就是冲路飞的脸不一定冲得动。很多时候要找路飞要手牌也不一定那么厉害，也就是打红子罗敢这么骑箭头这么苟着，其他的领袖占几个9000的角色还是真的挺危险的。这个时候在对手看来啊，就是一强一血，然后呢我场上呢只有2个公屏，他是一定不会死的。然后不过嘛，就是前面要绿了这么多肯定是该有艾斯肯定还是有艾斯的，所以这里也就是进入了一个那个军火展示环节就是因为前期通过弹头路飞积累优势比较多了，然后这里呢先是用4飞变个艾斯变个萨博，然后呢还留下6飞用领袖技能。你不要说9000都2次，领袖技能。再哪个艾斯哪个萨博，然后再变出来，然后算是10飞打出路飞最高上限13000头了也算是个小爽局吧。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弹头路飞打红子罗，然后不断的前期积累优势积累资源，偏运营的一个情况。这把之前的一把更精彩，那把呢我有些卡，对手还有雷9的续航然后呢我是通过维奥拉做弹头路飞硬拖了几轮翻的盘，但是那把没录下来确实有点可惜，所以就又打了一把。不过打法思路其实跟这把是差不多的，也是侧面说明了这个打法思路还是比较容易在实战中复刻的。2把呢也都打出来了，是我觉得打红子罗胜率比较高的一个思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哈。行，那今天的解说呢就到这里了，然后后面呢还会有一些对阵其他领袖的解说，希望大家保持关注。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